如果你在網絡搜索台灣第一豪宅，那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桃竹影園。CNN 評選它為全球9大新城市地標 ，Discovery 專門為它拍紀錄片。但許多台灣人對桃竹影園的印象還定格在它一戶要10幾億的高昂售價，似乎很少人去探討為何它叫桃竹影園，也鮮有人能了解其內部設計。而今天我們將從建築理念、外觀結構到格局裝潢，一探台灣第一豪宅的神秘面紗。各位，終於讓我們等到了桃竹影園哇！今天呢，就是要來開箱傳說中的信義哥吉拉旋轉藝術住宅。那我第一次走進桃竹影園呢，第一個讓我驚豔的點就是，你看它的名字叫做影園嘛，所以那時候想說影園，但是影在哪裡？新聞媒體都報成這樣，然後外觀都很明顯。但是你走進來就真的發現，哇，它的這一個生態庭園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它的生物多樣性，它的这個植栽呢種了超過2萬株。而且它不是某幾種一直種重複種，它是真的請樹木醫認真的挑選適合的植栽，它依照台灣的氣候，依照不同的面向去挑了各種植栽，包括了灌木、喬木，還有花等等的。而且它除了種之外呢，大家有聽到這個水聲嗎？在信義區竟然這裡面有瀑布，而且這個是外觀看不出來的，是因為它是一個360度環繞着桃竹影園的一個庭院。但是它的地形其實有一點微微的往下，然後像現在我這個位置其實是 B1， 所以各位如果就算你從旁邊路過，你也看不到這一面，它完全是對外是隱藏起來的。這個瀑布最高的高度差有到10米哦，有一個10米的瀑布，裡面呢就養着很肥的錦鯉，聽說裡面身價最貴的錦鯉上百萬。但是我們就算撇開它很貴不談，我覺得來這裡有一種哇！我瞬間來到森林的感覺。那其實整個桃竹影園一開始在發想、在打造，它其實就是有一點像是在信義區裡的一個大樹，同時圍繞着它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生態園。那整個桃竹影園的基地面積有2400多坪。那以2400多坪來說，它其實退縮了非常大，就是要讓給這一個庭園，所以這個庭園呢就接近2000坪。哇！你很難想象在信義區有一個私人的庭園，然後這麼大。所以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在那邊散步，吸收芬多精，你就會覺得哇，難怪它叫桃竹影園。你真的要走進來，你才會發現，就是真正的大隱隱於市啊！哇，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台北市精華地段的豪宅看到有這麼大的庭院。我剛剛是從B1，然後一路這樣子沿着，因為我說它一個地形嘛，它就緩緩上來，有一種林深不知盡的感覺。旁邊呢，你看這裡還有小溪，一樣也是有錦鯉，然後圍繞着呢就是桃竹影園的主建物。那接下來就來聊一下桃竹影園最有名的這個螺旋外觀。那其實可能很多人知道，這個螺旋外觀呢，其實就是致敬這個 DNA 的這個雙螺旋的這個架構，的確看起來很像。但是我在做資料查詢的時候呢，也看到一段，我覺得也很浪漫，是這個建築物的設計師 Vincent 在發想的時候呢，因為他說這是台灣的豪宅嘛，所以要一些台灣的元素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撿過那個清風的種子？清風的種子它是帶一個單邊的翅膀的，所以清風種子掉下來的時候呢，它是一個螺旋的軌跡，所以大家想象成是一個巨大的種子在台北落地生根，然後茁壯長成了一棵大樹，就是桃竹影園的本體。它甚至裡面有一個超過500年的羅漢松，所以這裡庭園給我的這個珍貴感，一來是它這個土地的尺度非常的大，另外一個點是它的這個多元性非常的多樣，不會有重複感之外呢，它其實做得很自然，它就是盡量的是維持在那种它在原始叢林長大的那個形狀，就是讓你每天都可以經過，每天都可以呼吸這裡的空氣。那我現在所在的呢，就是在桃竹影園的1樓大廳。它的1樓大廳非常的有特色哦，因為它整個建築物主建築物就是一個圓形嘛，所以我在剛剛講，它有點像是落地生根，在信義區茁壯的一棵大樹。那大家想象一下，我們的1樓呢，就是有點像是大樹的樹根。你看它整個造型，一個圓形，
然後整個天花板穹頂延伸出去，非常的有意境。那他們1樓呢擺放了非常多的藝術品，其實也都是要去呼應他們的這個理念。像剛刚講嘛，它這邊像是一個大樹的樹幹的部分，然後下面這邊有花瓣，這是一個不鏽鋼，然後再搭配鍍鈦的這個材質，所以它這個意境就有點像是外面的門打開來，風吹進來，花瓣滿天飛的感覺。它的那一剎那，它把它定型下來。那當時他們說這一個環形的概念呢，除了生生不息之外，它還有另外一個概念在裡面，就是文房四寶，筆墨紙硯。什麼意思呢？我一開始聽我有點搞不懂。他說很浪漫哦，他說在這裡生活的人們就是筆，那你留下來的軌跡就是墨。然後呢，大家有沒有發現地板、天花板是淺色系的，是紙。那你可能需要一些工具，例如可能桌椅啊、一些沙發等等的，就是這裡的硯。所以這裡呢就有筆墨紙硯的概念。那因為它是360度環形的，所以它是極少數大廳是可以繞一圈的哦。因為大家知道豪宅正常要最好的一個建蔽率跟空間利用率的話呢，一定是做方形的嘛。但是呢，陶朱影園就是很浪漫、很感性，它就是做成一個圓形的。所以除了天氣好的時候，你可以在外面繞一圈，你也可以在裡面繞圈。因為在裡面繞圈的話呢，它這個挑高大面積的玻璃採光，外面的綠意也是盡收眼底。那頂級豪宅呢，通常還有一個元素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二門廳。我們剛剛所在的大廳算是它的第一門廳。那第二門廳為什麼重要呢？因為第二門廳通常這個頂級富豪追求的是隱私還有方便性嘛。第一門廳呢，就是很方便，有庭園可以逛。但是呢，陶朱影園它是2扇大門打開來。如果你要追求極致的隱私，在打開來接待客人或是車子開進來的時候，可能打開的那一瞬間，你在那邊走動或是上下車，可能外面的路人還是會稍微看到一下下，就真的没一下下，可能他們也是要追求隱私不被看到。所以這個第二門廳就是你可以全程開車，然後就直接下他們的 B1 之外呢，天花板往上就是一個穹頂。白天天氣好的時候，這個自然光灑落之外，從下往上看，你還可以看到一點綠意。而且這個天花板呢，非常的瘋狂。這個叫做手剪馬賽克，是一塊一塊師傅這樣手拼上去的。然後它這個吃上去的角度也是曲面的。然後他們說，為了拼這一個天花板，啊，專業的師傅拼了1年多才拼好，而且你看它拼的這個很完整。這個馬賽克的漂亮程度，真的是當做這種地標級的知名教堂的感覺。中間呢也放了一個意念，就是一個素描的雕塑品，然後向着向光處這樣子往上長。那這個 B1 的第二門廳的實用性呢，我還沒講完，這邊可以繞一圈嘛。為什麼要繞一圈呢？因為你低底盤的超跑，可能例如你開一台法拉利下來之後，先繞一圈，轉好角度之後呢，你就可以停進他們傳說中最有名的超跑電梯。各位，人生成就解鎖，我把我的車開進了陶朱影園的超跑電梯裡面。它這一個電梯很漂亮哦，它這個電梯除了側面是這種皮質革之外呢，它天花板是一個星空頂，而且它這個星空頂還不是一般的光膜而已，它甚至有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的切角。我跟你講，打造陶朱影園的人，整個團隊，我只能說非常的浪漫與感性，他沒有在乎造價多少錢的。其實是蠻感動的。那它這台電梯呢，非常的長跟寬，它寬2.6，長6.2米。6.2米是什麼概念呢？就是除了勞斯萊斯的加長版開不進來外，一般的勞斯萊斯，還有你可以想象的各種車，包含的救護車，這個也很重要，全部都開得進來。然後它承重可以來到4.5噸，4.5噸呢是一般電梯的大概6到8倍的承重能力。所以不管是車子，像我的電動車很重，2點多噸，它可以載之外呢，整台鋼琴全尺寸的鋼琴，或者是很大的雕塑、藝術品等等的，都可以用這台電梯。所以這個超跑電梯一開始大家覺得說，誰會想要在家裡擺超跑啊？我是很想啦，有錢人都超多超跑的，可以買這個房子，這個超跑沒有個10台，也有個3-5台吧。那你可能每一季都可以在你家玄關放不同的超跑，所以買不起但停得下。好，我們現在走在的是在他們的這個 B1 的梯廳。然后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走過的這個路徑上有這種不規則古銅色的銅飾線條？這個正常的豪宅我們就看到石材嘛，然後再加上這種切線拼花，這個算是標配。但是呢，陶朱影園它不一樣的點是什麼？你看它這個線條是歪的，是這種不規則的曲。為什麼要做這種不規則的曲？因為它的核心理念，它是一個城市之樹，所以呢，這邊是樹幹，這邊這個曲線是年輪，哇！
它真的具象化的把它做出來，我沒有想過這種表達方式，但是很浪漫，我其實也蠻喜歡的。所以它立面也是要呼應樹幹，所以它選的是非常大面積的越南檜木啊。你看這邊還有一個 LED 投射的一個瀑布的流水，其實有點意境是去銜接外面的這個瀑布的意境，然後你看流到樹幹下面。那作為豪宅，陶朱隱園有一個游泳池，我覺得並不訝異，但是呢，它的泳池最特色漂亮的點在於，你看它旁邊是這種超大面積的落地窗之外呢，它這個柱體一樣是呼應樹幹的概念，外面就是我們開場的那個大瀑布，剛好現在陽光出來了，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大面的採光罩，所以它虽然說是室內的溫水游泳池，但是一年四季的這一個採光非常的好。光線現在就這樣灑落在泳池上面，所以整個泳池的顏色就是有點藍綠色之外呢，甚至某一些角度看有點 Tiffany 綠的那個夢幻感。重點是在接外面的那個瀑布的綠意，哇，延伸出去，有一種無邊際的感覺，很難想象這也是 B1 哦。你看這個採光，這個亮度，可以在這邊游泳或是做一些水上運動。那陶朱隱園水區最特別的，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到的是它的更衣室是有主題的，而且很大很實用。像你看這一間更衣室的主題叫做雲寧，那為什麼叫雲寧呢？它的主題就是有點雲霧繚繞，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玻璃就是有點雲。選用的這個石材就是曲面之外呢，它實用點在於，大家如果去過一般的5星級飯店或是豪宅的水區 SPA 區的話，主流都是男女分區。那男女分區的話，然後一人可能一小間更衣室，但是呢，這一邊的設計是，你可以家長帶着小孩進來更衣，或者可能情侶一起更衣也可以。而且我們剛剛說它是有主題式的嘛，這一間是雲寧，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間的主題是什麼？下一間日晴，這顧名思義，所以有一種晴天的感覺。所以你看到它的這個淋浴區用的石材也不一樣，然後呢有這個藍色系的玻璃之外呢，它就沒有曲面哦，它就是這個利落的直線這樣子過來。它有好幾間哦，我先挑3間給大家看。這一間叫做雪銀，很浪漫的名字取的也是詩情畫意。這個鏡子就是這種像雪的感覺，一小塊一小塊，用的石材的感覺也有點那種去呼應雪銀的名字。那每一間的色調又不一樣，所以你光更衣室就可以每次更衣挑不同的主題更衣，然後一樣每一間都是很大間，然後它設定就是你可以2個人，或者是可能1大2小3個人進來就很有餘裕的，因為一定會一堆雜物嘛。衣服啊，瓶瓶罐罐啊，就可以放在2邊，有很大餘，甚至這邊還可以掛衣服，那就慢慢的換，然後去水區，然後享受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很漂亮的室內，但是採光又很好，有綠意的這個游泳池。那如果說我们剛剛前面的1樓跟 B1 是一棵大樹的這個樹根的話呢，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到了樹頂。我們現在是在他們的這個頂樓空間，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很挑高9米的頂樓空間，所以在這上面呢，除了一覽無遺整個信義區的天際線之外呢，重點是有沒有看到這個旁邊的斜柱，這個斜的支撐，就這樣 X 型這樣子支撐。這個在外面的話，大家可能都看過，就是那個中心圓筒的那個頂樓的內部，我們現在就在這裡。然後這一個斜柱真的是，因為我個人很喜歡看各種新潮大師的作品、建築作品，所以看到這個斜撐就會很感動。我教大家看哦，就是大家下次只要看到任何人的拍照或是背景，背後是斜撐的話，2個可能性，一個是危樓，那第2個可能性就是豪宅。像我們看過的豪宅，像陶朱隱園，你看這樣大量的斜撐嘛，像之前的這個西華富邦，就只要是斜柱的，就是豪宅。所以呢，其實這個頂樓空間最吸引我的，一開始是這個 X 型的斜撐，然後後來呢，發現這裡很酷，它這邊呢其實是有點像是竹簡，一片一片的，然後放上一幅畫，然後這一幅畫呢叫做《范蠡經略圖》，什麼意思呢？陶朱隱園，我們前面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講說隱園的意思嘛。那陶朱呢是在講陶朱公，距今現在大約是2500年呢。這個范蠡的故事，他當時呢就是功成身退，他完成了他的戰國大略之後呢，就決定退隱回家鄉經商。所以呢，陶朱隱園，你看到它這個位置就是在信義區，它的這個目標呢就是這個企業主、上市上櫃公司的老闆，所以有點像是說大隱隱於市，呼應陶朱隱園的名字。而且呢，我在查資料的時候，還發現了一個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點是，因為范蠡距今2500年，然後呢，
桃竹影園的制證也是回推2500年，因為建築物在蓋的時候呢，他會說什麼號稱可以經歷幾年，是說例如有的這個建案會回推500年，最大的地震它的這一個制震規模可以立得住，而桃竹影園呢是號稱回推2500年內的大地震它都能夠撐住，它在制震規模上是拉到非常高的一個標準，但重點是2500年前就是范蠡的年代哦，所以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相互呼應，還是一個巧合，就是2500年。現在呢，我們來到的是桃竹影園的頂樓，哇，真的是沒有想過，人生可以進到桃竹影園之外呢，還可以體驗站在頂樓看着整個信義區天際線的感覺啊。但今天比較可惜，今天比較霧，所以我們放一下天氣晴朗的時候，其實看101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這邊當然也是可以看煙火，然後晚上呢夜景也非常的棒。重點是上面還有一個停機坪，桃竹影園呢是全台灣唯一有停機坪的住宅，唯一，只是因為法規的關係啦，所以今天是不能上去。它為什麼要做停機坪呢？當然一來是可以停直升機，二來是桃竹影園的設計是要存在非常多年嘛，它耐震係數非常的高，所以呢，假設未來電動飛行器或者是這個電動直升機盛行的話，你回家就可以直接 landing 在頂樓，然後坐電梯回家。這個是他把很遙遠的未來科幻的那個可能性也預想在裡面了。那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特色的點是，這一個頂樓的空間呢，它是可以放水的。為什麼要放水？我其實當初也想不明白。他們說如果放水的話呢，你就可以看到天際線的倒影。哇，正常看這種倒影是要有湖水嘛？没有，自己放水，你就可以待在裡面的這個頂樓空間，然後看着頂樓的 view。各位，接下來我們要拍的這一個呢，是沒有任何一個媒體拍過，傳說中桃竹影園的內部住戶的空間。那我們看到的是其中一戶的這個毛坯，跟大家講，豪宅標配就是毛坯。那毛坯什麼意思？代表它的天地壁先沒有做，因為有錢人追求的就是要極度的自由。毛坯這個部分就是標配，可能很多豪宅都有。但桃竹影園最大的特色點是什麼呢？我跟大家講一下它的結構。它的結構我們前面講了嘛，就像是一個城市之樹，所以它中心的這個圓筒這樣子蓋起來之後呢，從頂樓的部分它有2個翅膀，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成肩膀。接下來它會這樣子旋轉嘛，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螺旋。它在螺旋的過程當中呢，会有一個斜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背景的這2根有沒有，就是它的這個斜撐的結構。所以它在一開始的這個建築力學上面呢，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模擬，達到效果是它全部的支撐主要在中間，然後上面斜撐下來之後呢，它可以做到無柱。大家有沒有發現沒有柱子？這麼大的空間沒有柱子，哇！我覺得設計師有的時候他會受限於不同的建案、不同的物件，它的落柱、它的梁高、它的這一個採光面等等的，要去將就。但是如果你今天室內是無柱的情況下，不要說什麼2房1廳、3房1廳，我只做1房也是可以的，因為它是沒有柱子的。哦，你只要夠任性，你有想象力，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好，所以無柱是應該是我看過台北的這個尺度裡面的這個豪宅裡面，我覺得應該是唯一的啦。然後另外一個點是270度採光，剛剛應該畫面就有可以看到270度採光，它除了這個斜撐之外，它全部都是落地窗。當然，270度採光很多豪宅可能都做得到，但是呢，它的270度採光，我體感又會覺得更加的敞亮，是因為我們前面講了，它外觀是這種螺旋嘛，所以它每一層退縮、退縮、退縮、退縮，它在採光面的那一面，整個光灑進來的角度是更好的。接下來講一個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就是我後面它2側呢有非常大區域的降板。這個是很重要的。過去在拍豪宅呢，通常只會在主臥或是衛浴的部分降板，但是桃竹影園很特別的點是，它整戶裡面的空間2側都有做降板，大區域的降板。設計師在規劃私領域的時候，它的空間的自由度就會更高，因為只要是降板的區域，水線都可以走。這個是很多毛坯屋可能沒有辦法做到的點，但是這是桃竹影園的特色。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有裝潢之後實際長什麼樣子。好，各位，接下來是另外一個重頭戲，我們要來開箱桃竹影園其中一戶的這一個實品屋。那作為超級豪宅，當然標配的就是你的電梯廳可以自己裝潢，到廳就到家。我都開玩笑說，你在電梯就可以開始脫鞋了，因為一打開來其實就是你家。所以它整個梯廳的這個風格你可以自定，包括了你看立面的這一個石材。然後這一邊的裝飾，基本上只要符合消防法規，它是都可以做裝潢的，包括了這個地板的石材，你都可以自己挑。哦，這一戶呢，我剛剛有偷偷看一下，它整戶
你看不到瓷磚，全部都是石材，不是什麼瓷磚去仿石材，全部都是石材。而且你看它这都是大材的，一材一材的石材，就这樣大材这樣立在這裡。然後你到戶即到家嘛，所以這一區是第一個超大落成區，你可以在這邊穿鞋，然後你可以這邊放沙發，放你想要的一些藝術品或者是你的收藏等等的。然後呢，这個門當然也是可以自己挑的。這堂門呢是 Porsche Design， 是一個曲線非常的美。所以我們先到第一個落成區，接着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玄關長什麼樣子。对，進來了，我們準備要來看一下一戶10幾億的豪宅哦。哇，它這個玄關前廳的尺度非常非常的大。你有看過人家玄關大到可以直接放一台全尺寸的斯坦威鋼琴嗎？哦，這一台400萬。這一戶裡面放了超級多藝術品哦，所以呢，我沒有每個都問價錢啊，只是剛好斯坦威我認得。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剛剛走進來的是人走的這一個玄關的門。這邊其實還有一堂很大的弧形的門，是什麼概念呢？沒錯，這就是超跑電梯的門。如果你今天要運藝術品，或者是你要真的要開超跑上來的話，它這個門就可以打開。所以這個放鋼琴的位置，這個大小完全也可以停一台超跑。每個男孩應該都有想過要在家裡的客廳停一個我回家肉眼就可以看到的超跑，就是幻想過吧，就是有玩過 GTA 的可能都有幻想過。那這件事情可能在郊區的鄉下弄一個很大的透天，在1樓是做得到，但是你可能從來沒有想過，你在信義區最熱鬧的地方有一個摩天大樓，然後它除了外觀很絢麗、很帥之外呢，你可以直接超跑開上來。大家就想象一下，那台超跑就停在這裡。它今天放的是鋼琴啦，是很有氣質，但我的想象畫面會是放超跑，而且這個玄關感覺就有10幾坪哦。我再幫他複習一下，這裡1坪是400萬哦，所以呢，你看這裡還有一個很大尺寸的酒吧，你想請個bartender調給大家喝也是沒有問題的。然後後面也可以展示你的酒之外呢，很酷的點是這邊有一個隱藏的酒窖，前面喝不夠的話，打開來隨時繼續。這邊可以放數百瓶，不管是紅酒也好，可能清酒或者是香檳，把這個機靈地利用。正常這個位置是放鞋子或大衣，沒有，這邊是放酒哦，所以帥。好，各位看完了彈鋼琴、喝酒，還有放超跑的地方，這只是玄關前廳。接下來呢，我們要進入到它的公領域的核心。那前面有講過了嘛，這一戶它的調性跟機能呢，設計師設定的是這一個招待所。但我覺得它不只是招待所，它應該也設想了業主會收藏很多藝術品，所以呢，它給我的感覺也很像是一個私人的博物館，小型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公領域，不管是廊道或者是角落等等，它都放了很多可以放端景或者是壁龕。像這裡呢，是這一個公領域的核心。你看到這也是一個圓弧形的，所以你看到後面，哇，這裡它一小片一小片都是石材去拼起來的，呼應了前面的鋼琴旁邊的門片。那中間這一隻孔雀呢，這個也是大有來頭。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Mason 這個品牌 ？Mason 呢就是德國國寶級的這個瓷器的品牌，號稱是瓷器界中的勞斯萊斯。然後他選了一個孔雀造型。這個藝術品呢叫做歌舞升平啊，我覺得選的其實很好，因為理論上買得起這一戶的人，假設是一個企業主，人生的事業應該是到了一個巔峰的狀態，歌舞升平，同時又放在玄關進公領域餐廳跟客廳的一個正門面。然後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走，它這一區叫做藝術廊道，它就真的是一個圓形的走廊。可以看到它這邊總共有壁龕，我剛剛數了一下，大概是8個，所以你看它都用石材去空出位置出來，讓你放藝術品。當然，大家現在看可能就覺得哦，有點像是在博物館裡面。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假設你事業有成，60、70歲，那你一定會收藏。有些可能是價值不菲的藝術品，但有些也有可能是有故事的、有情懷的，你就珍藏起來，然後可以展示出來。然後他們看到這個圓形，這個圓形我一開始想說，哦，好酷哦，這個是白色的藝術漆，結果沒有。我一摸，這個觸感不對勁，這個叫做雪白銀湖石，他們用石材。然後去磨成這個圓弧的形狀哦，這一間有大量這種，你只覺得造型可能蠻漂亮的、蠻酷的，但是呢，它這個工都非常非常的細哦。這個廊道我們繼續走，它就是一個正圓形，哇！然後走到這裡呢，就來到了核心地帶，一個正圓的12人的超大
餐桌，這裡是餐廳。這個餐廳呢，除了很大，可以坐到12個人之外呢，其實它有很多細節啦，包括了全室看到的家具全部都是原裝的，就是名牌，我沒辦法一個一個跟大家介紹，但是我跟大家講一些比較特別的點。首先，你可以看到這個圓形的穹頂上面呢是這種金箔的圓形天花板之外呢，重點是它一個龍骨的造型，就是都是木工有沒有一根一根去雕，它把它的吊影室隱藏起來之外呢，這個吊燈每一片它的形狀意思是孔雀造型的，所以它有點呼應外面的那個歌舞升平，一個孔雀展翅。然後我的客人來了之後呢，進來開始吃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點，你們一定沒有想過，因為我自己看了這麼多也從來沒看過，就是呢，它可以變形。好，我們現在來變形看看。各位，你沒有看錯，它這個門片是可以變形的。那為什麼它要變形呢？因為一開始在設計上，雖然說它坪數很大，但是有一些人就會覺得說，我在裝潢房子，我不希望有廊道。那要怎麼樣沒有廊道，但是又做到剛剛我們在吃飯的時候有一個背靠的感覺？最後設計師給出的解法就是，我這些門片是可以变形的。所以它現在变形的變成是，這是一個正圓，然後呢，它變成一個有點像是賓士的這一個三芒星的這個角度。它為什麼開這3個口呢？都是通到公領域。你現在看到這個方向是通到客廳，然後這個方向是通到客用衛浴，這個方向則是開放式的這個西廚。然後呢，它還有第3種形態。哦，沒有男生可以抗拒會變形的東西，太帥了，太帥了！哇，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介紹的藝術廊道？它可以把這一邊面客廳的地方關起來，然後你看它在變形的過程當中，你就可以展示剛剛我講的這個食材，全部都是把它拋成圓形的。它這個電動的確都有設想不同的情境，真的是很有巧思在裡面。這一戶呢是杜康生老師設計，然後裝潢的，然後這一戶也拿了蠻多的藝術類型的這個大獎。因為豪宅它大尺度，但是到最後厲害的設計師要設計的其實就是動線。除了選品跟風格，其實動線也是考驗設計師一個很重要的點。那我們來看一下核心地帶它通道的幾個公領域的點。首先，剛剛講到的一個是這個客用衛浴，我們來看一下1坪400萬的客用衛浴，給客人用的廁所長什麼樣子？很美。它是這種深色系的石材，還有金屬的線條去做立面。然後有說過了嘛，這裡就是要弄成小型的博物館，所以它連客用衛浴都可以展示自己的收藏。這邊弄了一個壁龕。剛剛第一時間點走進來就覺得，這個尺度、這個等級的豪宅的客位應該要有小便斗，但是沒有，這代表什麼？代表設計師是要推廣坐着尿尿啊，真的比較不會飛濺出來啊。OK 哦，做派尿尿推廣一下。但是它的客用衛浴真的也非常漂亮，就是深色調，而且你看它就是那種旋轉的感覺，哇！好，看完客用衛浴之後呢，接下來另外一個公領域通道的空間呢，就是我們的這個廚房電動雙開門。你有看過廚房是電動雙開門，還是弧形的？哇，那在這裡呢，全套的嘎格呢，應該算是標配吧，10幾億啊，10幾億的房子，全套的嘎格呢 OK 啦。然後呢，配的是 Sub-Zero 的冰箱。上次我們看到 Sub-Zero 的冰箱呢，是在觀影家，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奢華冰箱品牌啦。它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門很重，但是保冰的效果會非常的好。但是它這個廚房還有其他的巧思哦。首先，這個是最近這幾年來越來越流行的，就是這個線槽是可以移動的。它的優點是你可以控制數量，然後位置可以控。不過它這邊的長度沒有拉到很長啊，有些人設計會一整條，或是有的會埋在這裡中間，有沒有一整條？那這樣子拉，然後平常不用的時候就把它蓋起來。然後它選擇是放在側面。然後呢，來推廣一下廚房，你可以不放奢華的烤箱，但是強烈建議你廚房也可以放一台電視，料理的時候可以邊料理邊看。好，那我們來到這個中島的另外一側，這裡呢有2個水槽。那中島有水槽不意外，但這裡竟然有一個水槽，而且有一個 IH 爐。那大家可能會好奇說，奇怪，這邊水槽怎麼沒有龍頭？沒錯，我們要來展示神奇的一刻。哇，各位有沒有？它可以手勢控制，然後龍頭自動轉出來。哇，真的無法抗拒可以变形的東西，這真的是太讚了！這個品牌呢是來自意大利的原裝廚具，叫做 Valcucine。它除了可以上下左右之外呢，也可以左右的來進行操作。我們來試試看哦。來，我們先往上，手勢往上，然後燈光是漸漸的亮哦。它不是一開始就亮在裡面，它剛剛是燈光漸漸的亮。然後左右呢是改燈光顏色，你看到，有沒有看到？
現在變成紅色了，繼續往左，越來越紅，然後接下來變成它就循環，變成紫的、藍的。這個科技感是非常滿的，因為一開始我在參觀這一戶食品屋的時候，就覺得哦，就是豪宅標配有的那些石材啊、鐵件啊，然後有一些藝術品等等的。但是它電動的這種廚具，還有剛剛曝光的電動門，還有可變形的門片，哦，就是又有很現代、很科技的感覺在裡面。所以這邊龍頭就拉出来，然後你可以看到瀝水區，好，上面可以掛你要的廚具，這邊可以放你的調味料，這邊可以插刀子，然後砧板，所以這邊是很完整的廚房。那裡面呢？老樣子要有熱炒區，但是進熱炒區前這一扇是電動門，大家可能不意外。我意外的是，它連這一片也是鍍鈦，這個正常可能美耐板就解決的事情，它是鍍鈦，非常有質感啊。然後連廚具都是剛剛沒講，這個也都是石材啊，這不是板磚，這是石材。哦喲，這邊熱炒區全套的米勒。然後裡面呢再一個水槽，大水槽，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內冰箱，這就是請廚師來的時候呢，可能有鍋氣的東西，他就在裡面料理。然後裡面呢也有再一個米勒的烤箱，內烤箱跟外烤箱。那其實我今天來拍陶朱隱園，我是心裡想好說，人家都10幾億了，我不要什麼東西都問他多少價錢。但是這個電動的廚具，我實在是忍不住，你們也想知道吧？所以我就鼓起勇氣問他多少錢。我想說，哎，是能嚇到我嗎？然後他就說哦，報價不含我們看到的 Gaggenau， 不含電視、烤箱，不含冰箱，這一套1500萬啊！聽到你就先關起來，好，拜拜，拜拜，1500萬，拜拜。然後接下來呢，就是開始要進入到我們的客廳的部分。哇，這個客廳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哦，感受一下，按照這裡的價格來換算，光這個客廳可能就我算一下。感覺要3、4億啊，3、4億的客廳哦，非常大的3個沙發，這邊基本上坐10幾個人沒有問題啊。然後呢，除了大之外呢，它這邊有炫技的地方，就是天花板。嚴格講，它是做了3層的天花板。第一層最下面的就是一路切起外面的這個天花板，第2層弧線進來，你看哦，它這個曲線不是單純的一圈曲而已哦，它是這一圈是曲線，彎上去也是一個曲線，然後在最上面第3層的天花板。所以它這個樓地板也是要夠高才能夠做到，那這個工一定是非常的繁複之外呢，這邊又放了一盞很酷的吊燈。這個吊燈呢也是 Mason 的，它是陶瓷，它是白瓷哦。大家看它一片一片，這個白色長方形的呢燒得非常的薄透。你看它旁邊的金邊是24K 金手繪的這個金邊，然後下面有一些光影，有一些透明啊陰影的光影呢，它是使用施华洛世奇的這個水晶去組合它，所以在不同的角度會稍微有一些不一樣的這個光影，然後錯落去點綴它，非常多的這個特色。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電視這一面。首先呢，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暖爐？這個暖爐呢是明火的，用明火就是有獨特的浪漫跟一種老錢的感覺。而且它這個是很大哦，這應該是正常我看到暖爐 size 的2倍大小。然後正常這一邊是不是應該有電視？它是電視沒裝嗎？沒有，是因為它把它藏起來了。啊，有沒有看到各位？不是說好要電視嗎？這是一個畫作。那它這邊是還沒有放電視，大家可以試一下大小，這邊可以放到120寸。而且我們前面介紹過了嘛，因為陶朱隱園有那個超大的超跑電梯，所以呢，再大台的電視它都可以運上來。當然這邊留的尺寸可能大概就是120寸的電視差不多啦。但如果你一開始在毛坯的狀態下，你要弄個200寸，應該也是做得到，就是 LED 的那個電視牆上來一塊塊起來把它拼起來。然後呢，作為一個氣場，它超大電視的旁邊左右2邊又各自有一個壁龕，可以再放2尊藝術品。那帶大家來看一下客廳的 view， 這個 view 肯定是好的，因為剛剛我跟大家講嘛，它是270度的採光，所以客廳一定有採光面，一樣有落地窗，然後這裡剛好也是雙開門。這個也是很少看到豪宅的陽台是雙開門，就是有陽台已經很奢侈了，在台北信義，它不但有陽台，它的陽台呢還是一個雙開門，因為它的陽台加露台呢環繞270度一圈，有50幾坪，光陽台就50幾坪哦，所以看出去，不管是空間或者是採光，甚至是他們自帶的這個綠意，都非常的漂亮。這個面向剛好也看到101，然後他們剛剛有特別跟我強調，他們這個斜柱叫做 Mega 柱，聽起來名字很帥，然後就是在建築上這個結構的名稱叫 Mega 柱。那陽台待會再帶大家走，我們先繼續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接下來呢，來帶大家看一下最後一個公領域。應該開始習慣了吧？這裡有很多電動門啊。來，這個是他們的這一個茶室、茶屋，
因為畢竟是華人的豪宅嘛，很多人是喜歡泡茶的，所以它這個想象空間，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個書房，然後也是一個交誼廳。但是這裡要怎麼泡茶呢？他們這邊就有小巧思了。這個桌子呢是可以推開來的，有沒有？這邊就是一個可以泡茶的台面，然後呢，龍頭是可以升起來的，你可以直接在這邊煮水，然後 IH 爐開始煮熱水，你可以這樣旋轉，這邊這個台面就可以泡茶。然後大家不要懷疑你的眼睛，這邊有一個升降台，這個升降台他們說就是你可以順手放你的包包、個人的私人物品，這樣順手放着。所以它這個想象畫面就是我招待客人過來泡茶嘛。坐下來，帥氣的升降升起來，然後放東西，推開來，開始泡茶聊天。然後呢，這邊一樣也是採光非常的好，它的整個裝潢風格呢，就是帶有中式的元素在，但是這個變形的感覺又很現代。選用的燈呢，又是這種分子結構的燈，這絕對是印象深刻的。那大家可能就會好奇說，為什麼它可以做這個升降的機構？因為大家記不記得前面我們講的，它是毛坯屋有大量的降板空間，所以這就是其中一個利用降板空間，然後把桌子升起来。這也是第一次看到。好，看了很久的公領域，接下來我們要開始看一下私領域了。首先是次臥，它其實只做了2個房間。那它這個次臥呢，哇，真的質感也是非常的好，全是就是木地板，因為它外面有大量的石材嘛，但是畢竟是要居住的空間，所以它選擇就是用比較溫潤的材質，所以是這種實木拼的木地板，再加上珍珠色的這一個皮革去做一點弧形。然後驚喜的點是，它這間臥房其實是有電視的啊，是不是看不出來？就覺得這邊有一個落地窗，採光很好，很漂亮。沒有，它的電視在這裡，我現在把它叫出來給大家看。哇，各位有沒有看到？你平常不用看電視的時候，它收起来，然後想看電視的時候呢，它会從前面我們毛坯看到的那個降板空間有一個蠻深的深度，它會從這個深度直接升一台電視起來，所以你從外面看會覺得，這個櫃體的高度根本不可能放一台電視啊，除非放很小台。沒有哦，這台電視就是可以放到55寸到60寸的大小，也是蠻大台的，就這樣升起来，有沒有看到？這個高度遠比這個櫃子還要高，是因為它是從更深的地方直接升起來。所以降板不只是做水區好用，它拿來放電視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安曼也會有這樣子升降電視的這個機構，但是我有的時候看別人開箱安曼不一定是從降板區升起來，但是陶朱隱園呢是從降板區升起來，哇，這點真的是印象深刻。那來看一下浴室，它這個隱藏門片其實做得很好，就這樣直接輕輕的推開。它其實是當做雙主臥在設計，所以呢，這裡即便是次臥，但它依舊是有給到雙面盆。然後呢，哇，這個採光，哇，這個是一個曲面斜角的大面積的採光，所以在這邊有一個石材的浴缸，然後你就這邊泡澡。3分離，它還是有一個免治馬桶。然後呢，它這個淋浴區採光也是非常的好。最後，各位壓軸咯，主臥。它其實，在設計裡面，它做了2個臥室，然後現在主流呢，其實的確是喜歡做這種2房，因為大家有些夫妻可能一定年紀到了會分房睡，所以就變成男主臥跟女主臥。那想象畫面，可能剛剛茶室那邊可能是女主臥，那這邊書房的設定上可能是男主臥，然後就是一個弧形的豬牆，所以這邊可以放很多書之外呢，你可以在這邊辦公。然後它這2側其實裡面也都是儲物空間，像這個應該也是儲物空間，聽他們講，但是門片都做得很好。所以你第一時間不會發現，它雖然說有這種招待所大氣外顯的氣質在，但是呢，在實用性上面呢也是做滿。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更衣室，但是它更衣室的位置蠻特別的，是因為它先設想有一個外出正裝的更衣室的很大的空間，然後呢裡面自己的主臥還有一個小的主臥的更衣區，就是在家穿的衣服跟出外穿的衣服不一樣。那出外穿的衣服的春夏秋冬可能各式各樣的衣服都有，所以這一間會比較大間。然後它的設想是要放外出的時候來的這個地方，打開來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更衣區哦。然後在這邊看到想說這邊怎麼有一個斜角的廊道嘛？這邊也是另有玄機哦。來，他們說叫做360度鏡，有沒有？萬花筒全部都是鏡子。所以呢，你全身之外呢，你的左側、右側，然後後方、右後、左後，你都看得到。所以呢，不會有死角，
你可以注意一下你後面的衣服可能有沒有吊牌啊，有沒有皺褶啊，或是有沒有沾到髒東西，稍微確認一下自己的髮型後面利不利落啊，乾不乾淨，360度。然後這裡面其實也都是儲物空間啊，我就不一格一格打開來給大家看，來講一下它降板是怎麼利用的。哎呦，是不是各位？降板空間很深哦，這可以放下全尺寸的這個 LV 的大袋子哦，這個應該有40公分深哦，很大，可以放一些棉被啊什麼的藏在這裡。這邊也是，哦，這是鏡子，我差點撞過去，它這個擦太乾淨了，我以為這邊可以走過去，哦，這邊又是一個鏡子。但大更衣室就是這樣，隨時換東西，然後就有一個鏡子擺一下，就有一個鏡子擺一下，我覺得很實用。有的時候就是要一直試，那你還要再走去那裡看的話，可能有點麻煩。然後這邊也全部都是儲物空間，它昨天做超滿哦，因為哇，這真的是超多的。然後這個也是降板空間哦，這裡面也是可以放被子，或放一些重要的物品，就放在這裡。但這個是比較明顯的區域，接下來我們又要再次的來見證奇蹟了啊！芝麻開門，哇，這個電影裡才會出現的密室，這邊竟然還有一個，而且是可以放你最珍貴的可能收藏跟藝術品，可以放在這裡，因為它這邊還是有一個暖色燈，每一盞都有打燈，這下面也是坐滿的。哇，這可以放很多東西耶，哇，很讚耶。其實收納坐滿是很重要的，這個就是有的時候你會看一些樣品屋或是食品屋，它可能就是很秀的那種秀感。那我覺得這一間是既有外顯的地方，但是實用性它其實也是都有考慮進去。好，看完非常能裝的這個正裝的更衣間之後呢，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到有床的地方了。啊，這個大家看我開箱這麼久，應該已經開始習慣陶朱隱園的感覺了吧？其實大家都可以嘛，是不是？習慣了哦。該有的電動，該有的升降的電視，主臥當然也是要有的，而且主臥的這台更大台，這台應該有到75寸。那你可以看它主臥的空間也是非常的有餘裕，所以呢，它這邊設計，雖然沙發放這個位置了，但其實應該沙發也可以放這個位置，在這邊看電視，然後兩邊也是非常的寬。而且為什麼我前面講說它的這個收納很實用，但是又藏得很好呢？就是這一邊有一個小的，算是我覺得這個大小大概算是保養桌啊，就是睡前要保養的話，保養品放這邊，化妝可能在主臥的浴室或是外面啊，但是這邊可能是保養的地方，順手睡前擦一擦，然後還是有一個鏡子，平常不用的時候收起來也是非常的，我看不出來。你看它這個工很細，有沒有？不講會以為這一面是牆面，但其實呢，它都是儲物空間，這都是食材。然後裡面就是我講的，在家裡穿的小更衣區，連門把都沒有，所以你是不知道它這裡是儲物空間，它做得很好。然後這一邊呢，當然就是浴室了，這個線板工也很細啊，沒有公差。所以你第一時間，你看我還是找，不對，是另外一個儲物空間哦，對不起，你看它做得多好，這裡啊，這裡才是主臥的，哇，很大很大很大，哎呦，哎呀，可以吧？感受一下，這個已經不是雙面盆了，它是分成兩邊的面盆，它不是連在一起的，右邊一個，左邊一個，後面有自己的小烤箱。全新的哦，這邊也有蒸汽室，它淋浴區同時也是蒸汽室，哇，這個也是全部都食材做滿。然後你看它這邊也都是圓弧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洗手台的部分呢，弧形去呼應外面的弧形之外呢，天花板也是哦，選的吊燈也是一個圓，然後這一個浴缸的區域也是一個圓弧形的台階走上去。當然，因為它有降板區，所以你浴缸要降板也是沒問題，就看你設計師怎麼設計。然後這邊有這個非常大的，這個就是4分裡哦，這非常大的免治馬桶的上廁所的區域啊，很高階的免治馬桶。那大家可能覺得說，我上廁所這樣子是不是會被看見，或者是我淋浴的時候會不會被看見啊？各位不用擔心，設計師都幫你想好了，來一鍵啊，就是隱私隔絕。然後呢，我可能只是在這邊化妝啊，或者是在這邊想要心情好、採光好，再按一下，它就打開來了。但這不是什麼新科技了，但是它將大面積的很多，它是同時變色，一整面的，這現在超像 AI 做出來的，很魔幻啊！
最後呢，我覺得陶朱隱園最特別的就是他們的空中花園。其實如果你用一般的房地產的角度來看，這個是陽台，但你不能用陽台來稱呼它，是因為它的這個結構每一層轉是4.5度嘛，所以它有部分是露台露出來，有部分是屋檐下是陽台，再加上它有大面積的陽台也降板，所以你可以預留土壤的空間，讓你的植物去生長，自由的去種你喜歡的植物，包括了你看像這一戶，它有垂直的這個造景，然後還有平面的這個綠意，也種了喬木、灌木啊、羅漢松。重點是因為降板嘛，它還預留了水線，所以呢，大家有沒有又聽到水聲？這個空中花園也必須要有空中的小瀑布跟水池，這其實也不小，以水池來說也不算小，所以可以完全在這邊養魚、養烏龜、養一些你喜歡的這個水生的動物這樣子，而且這個風水一定是滿的嘛，就是外面就有一個水不斷的在流動，然後真的很通風。我講的也是廢話，我背後就是它這個斜退這一戶，就是上一階退4.5度，而這一邊整個就非常的明亮通透，所以它這個空中花園有多大呢？這個空中花園包含了部分的約定使用空間，部分的這個權狀空間來到了50坪，所以絕對也是本頻道開箱過的豪宅裡面呢，花園最大的一戶。而且它因為每一層都這樣轉，每一層都這樣轉，所以它每一層都可以種7株的大樹哦。它稍微的可能會有一點點觸到上一層的屋檐的外圍，所以它這樣子是一個垂直花園的概念。所以從我們最開始的1樓跟 B1 外面的這一個1000多坪的庭院，一路的垂直，哇！它就是一個落在信義區的大樹的感覺，然後每一層都各自有自己的小驚喜。最後呢，我想來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陶朱隱園的特色。它其實特色點真的是太多了，我們這一集我已經很盡可能的去縮減它。但是我猜可能這集最後還是有30-40分鐘，是因為它是一個太特別的建案，然後本身真的就跟藝術品一樣，我可能全世界都很難找出這樣子特別的建案了。可以理解說中華工程在推出它的時候講說它是藝術品啊，我覺得的確它有非常獨一無二的地方，而且呢，講到它這個基地面積這麼方正，2400多坪，在整個信義區應該也是很難再有新的了，所以它基地很稀有。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蠻珍貴的點是，在做功課的時候發現的，它戶數少，它只有40戶，那基地2400多坪嘛，所以其實每一戶的這個土地持分是非常多的。它每一份的這個土地持分是60幾坪的土地，大家想象一下，在信義區最精華的地段，土地持分60幾坪，其實本身價值也是不菲。當然，它最後的總價也是非常的奢華啦，一戶就現在是12億嘛。但聽說有蠻多有實力的人來看過了哈，所以可能他們最後陸續還是会成交，大家就等着看吧。但是最後呢，還是非常開心、感動。今天能夠拍到這個陶朱隱園了。其實剛才來的路上，我剛才在跟建文聊嘛，就是可能車程20分鐘，但是這條路我是走了很多年，就是從一開始的我們拍淡水啊、五股的小宅，然後一路拍，然後因緣際會開始可以拍到一些豪宅，到最後我們拍到了全台灣可能最有代表性、最知名，同時也是最貴的這個陶朱隱園。其實我個人內心是非常感動的，我覺得也算是個人的成就解鎖啦。所以呢，我們就撇開大家到底買不買得起的問題，至少我是很開心跟感動說，台灣有建商或是有這個營造單位願意做這樣子像藝術品的建築物，然後花了非常多年的工去包括了這個結構體，包括了它在公設的植栽、公設的藝術品的這一個選品等等的，我覺得是非常用心的，所以看到也會覺得啊，嘆為觀止。好，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就是要看房，大家都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還有 follow Instagram，我們就下次見啦，拜拜。